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在以前的社会，大家的生活条件都比较艰苦，很多60后的中老年朋友们，在过去想吃顿饱饭都很困难，而现在不一样了，社会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有了巨大的飞跃。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医学技术的成熟，人均寿命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。尽管如此，大家还是会希望自己可以更加健康长寿，毕竟没有人会嫌弃自己活得太久。但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也慢慢发现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身体素质开始变得越来越差，大部分的人都在走下坡路，免疫力和抵抗力也逐渐下降，而且年纪越大，患上重疾的概率也越大，甚至还有一些慢性病也慢慢找上门。如果没有得过这4种病，那恭喜你了，活到90岁很轻松。但是这4种病是哪4种呢？年过60的我们如何预防这些疾病呢？一、年老易得4种病。1、高血压。高血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，很多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，每次见面打招呼都得聊到血压问题，感觉现在身边高血压的人特别多。用开玩笑的话说，要没有高血压都不好意思出门跟别的老人聊天，因为大家张嘴闭嘴都是问你现在高压是多少，低压又是多少。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，这种疾病是普遍存在的，而且逐渐表现出年轻化趋势。患上高血压的年轻人在不断的增长。其实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老年病，绝大部分还是发生在中老年朋友身上。生活中一般年龄越大越容易出现，如果得了高血压，则对身体血管会造成刺激和损伤。因此如果部分朋友已经超过60岁，但血压依旧正常比较平稳的话，这就说明您的身体素质是非常好的。2、老年痴呆。老年痴呆的高发年龄一般是50到60岁之间，也就是说在60岁左右，可见中老年朋友得老年痴呆的风险是比较高的。如果超过了这个年龄，那相对而言就会增加健康和安全。也就是说，超过60岁的中老年朋友，如果还没有得过这种病，那就说明你有成功爬过一个坎。3、糖尿病。糖尿病的高发人群大多数是中老年人，这与人体的胰岛素有关。人到了60岁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开始慢慢下降，特别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注意饮食控制，经常吃糖分过高或者是刺激性的食物，如果长了难免会血糖升高。所以中老年朋友应该少吃一些蛋糕、果汁等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。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选择多吃一些粗粮。如果您已经到了60岁以上还没有患上糖尿病的话，那么恭喜您，这表示您的身体非常健康。4、冠心病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，老年的心脏功能也开始慢慢下降，患上心脏病的概率也开始增加。冠心病如果发生急性心肌梗死，没有来得及治疗，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让人毙命。特别是现代生活水平还提高，饮食改善，很多人因为血脂升高、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严重而得冠心病。冠心病也是危害老年人健康的一种慢性疾病。冠心病作为一种常见的心脏疾病，多发于咱们中老年群体。如果在60岁以上还没有出现过冠心病，就说明心脏功能一切正常。但是高兴归高兴，对身体健康还是不能懈怠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要积极预防，做好下面这些事情。2、怎样预防疾病？1、
坚持锻炼身体，坚持每天都锻炼身体。一方面，运动可以增加心肺功能，让心脏和血管更健康，还能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增强中老年朋友的体质，提高抵抗力，从而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。另一方面，运动可以减少脂肪聚集，让我们瘦下来，也可以减少很多慢性病的发生。预防永远是大于治疗的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。每周都应该给自己安排2到3次运动，每次运动时长在30到40分钟就可以，哪怕是出去散步，都比坐在家里要强。千万不要忽视运动的重要性。2. 远离不良嗜好。不良嗜好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好的，尤其是伤害肺和肝脏，还会缩短寿命。如果你想长寿的话，一定要记得远离烟酒。3. 合理膳食。民以食为天，饮食的问题很关键。选择食物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增加蔬菜水果类的食物，不要每天只吃肉类和碳水化合物，这会让身体状况雪上加霜。另外最重要的是要强调，食盐和脂肪的摄入一定要降下来。2020年的数据显示，人均食盐摄入量每天可达到 9.3 克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其实对于食盐的摄入，世界卫生组织早就给出了标准6克，但还是有很多人没有达到标准。在以后可以把这一摄入量降下来，让慢性病少发生一些。4. 定期筛查，体检是很重要的，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，都应该定期检查自己的身体，比如检测血压、血糖和血脂，及早发现问题，及早干预。其实有些疾病在早期的时候，只要积极对待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逆转。比如糖尿病在早期就能够抑制住，但是如果发展为糖尿病，那就不好说了，需要很复杂的治疗，才能慢慢把血糖降下来。总之别错过发现和逆转慢性病的最佳时机。5. 拥有好心态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调整好心态。俗话说，笑一笑，10年少，年过百。身体虽然开始走下坡路了，但是心态一定不能老。只要心态好，什么疾病都不敢来。不仅如此，想要健康长寿，这3件小事也要注意。早起第一杯水，水是长寿的第一要素，是最好的治病良药。即使是一般的健康人群，也需要养成勤喝水的习惯，并适当摄入果汁各种汤品，增加水分的摄入。晨起是喝水的好时间，晨起喝一杯水能够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。2餐之间喝杯茶，2餐之间是喝茶的好时间，喝茶是被普遍认为的养生方式。2餐之间喝一杯茶，能够促进消化、暖胃、消食，养护肝和胃，细嚼慢咽。吃饭的时候要提醒自己细嚼慢咽。有调查证明，吃饭老是囫囵吞枣的人，患肠胃癌的几率增高。耳朵咀嚼可以减少食物对消化道的负担，降低患肠道癌症的风险。总而言之，为了我们能够活得更久，我们需要尽量保持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、饮食习惯，并且戒烟戒酒，相信我们的平均寿命会越来越高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